OK， 是我，你們的好朋友台灣耳男。好，首先各位不好意思，讓大家花一點點時間來聽我抱怨一下。我認為會喜歡玩 Iverson 的玩家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，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夢想，成為小巨人來對抗進擊的巨人。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成功的，就像現在的 Iverson 一樣。這個角色雖然很強勢，但是他也需要一定的操作能力跟木壓能力，你才有辦法把它玩得好。所以你可能会發現，縱使這個角色這麼強，你在排位場上遇到的很多的 Iverson 都還是玩起來相當的醜。我只能說，要打1號位還真的需要看點天分的。再來，玩得不好就算了，還有一種玩家是見不得其他玩家玩 Iverson。比如說我們進選角畫面的時候，你跟對上另外一個人都有 Iverson， 這個時候你什麼話都沒講，直接鎖 Iverson 的話，他就直接給你鎖另外一個角色。一開始你可能以為很 peace， 對吧？結果呢，你就會發現他會故意不把球傳給你。我跟你講，這樣的玩家超級多，他們心中似乎覺得只有我的 Iverson 才是最強的，其他人都不准玩。如果你想玩，那我就給你不好的遊戲體驗。我認為之前在其他角色推出的時候，這個情況好像沒有這麼嚴重，不知道為什麼反而到了 AI 推出的時候，這樣的情況特別嚴重。有沒有一種可能，喜歡玩 AI 的都是屁孩呢？不好意思，這樣講可能會被炎上，那我也是其中一位屁孩，好不好？好，那麼抱怨結束了。今天這部影片非常的特別啊，我們這一次並不會針對戰神來特別出一個老實說的影片，原因很簡單，因為我認為這個角色已經足夠強悍了，沒有什麼好老實說的，他就是很強，這個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雖然 Iverson 我們都知道非常的難守，他的縮圈真的很離譜，可是事實上還是有角色能夠守住 Iverson， 而且可以守得很好的。這個角色我個人首推就是這個老哥 Jrue Holiday。目前我粗略統計下來，我使用 Jrue Holiday 對上對面的 Iverson 主攻手的情況下呢，勝率有80%之高。當然，除了他之外，還有其他能夠防守他的角色，但是我個人最愛用的還是我們的 Jrue Holiday。所以今天這部影片呢，除了讓各位聽我抱怨一下最近的 AI 之亂之外，我也會跟大家分享要如何來使用 Jrue Holiday， 讓對面的 Iverson 相當難受。我們接下來就開始聊聊怎麼讓對面的 Iverson 覺得難受吧。難開高了，爽就站起來啦！為了要能夠防守 Iverson， 你必須要了解他的技能機制。它的關鍵在於它的被動游刃有餘。這個游刃有餘在發動的狀態下，它釋放專屬技能的時候，它的受干擾範圍和受干擾角度都會大幅減少。也就是說，如果你讓它退出游刃有餘的狀態，它是不是就沒有縮圈跟縮角度了，對吧？好，那問題來咯，我們要怎麼樣讓它退出這個游刃有餘的狀態呢？你必須要與對手發生身體接觸之後，2秒後他就會退出這個游刃有餘的狀態，然後花4秒鐘會再次開啟這個游刃有餘的狀態。也就是說，你要盡量的去給予對面的 Iverson 身體對抗，對抗完之後再來等2秒鐘之後，你就有4秒鐘的時間，有很高的幾率可以踩到他的干擾，或者是讓隊友來協防到他的干擾區。好的，懂這個觀念之後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嘗試防守他了。那現在各位可以看到，當他持球的時候，他身上會閃着一道紅光，這個紅光就是所謂的游刃有餘的被動。當你與他發生身體接觸之後，你會聽到一個 "phew" 的一聲。當你與他發生身體接觸完之後，你會看到他底下這個黃條就開始讀取，對吧？讀取完之後，他會進入這個灰條的狀態，在這個灰條的狀態下，就是你可以去踩他干擾的窗口。好，各位都理解了這一點之後，再來我們要了解他的另外一個機制，那就是他在這個游刃有餘的狀態下與对手發生接觸後，在這個2秒內，也就是黃條在慢慢消退的這段期間內，他的持球移動速度、晃動幾率跟晃倒地幾率都會額外大幅增加。所以你在碰完他的身體之後，你必須要退出他的干擾區，然后等到他底下的那個黃條完全結束之後，你再去回到他的干擾區，要不然你就很有可能會吃晃倒，直接出一個空檔。但是如果你跟你的隊友說好要協防他的話，那就很有可能在你被晃倒的時候呢，結果這個時候他認為可以出手，結果我方另外一個來補防的人呢，就能夠成功踩到他的干擾。等一下我們後面會有實戰影片讓各位看哦。好，接下來呢就來講我個人最喜歡用的一招哦。我覺得 Jrue Holiday 為什麼天康 Iverson， 還有一個原因在於他的大招實在是太好打 Iverson 了。
基本上你會看到現在很多的 Iverson 都很喜歡原地帶球突破。那當對面的 Iverson 原地帶球突破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善用 Jrue Holiday 他的秒開大、秒撞停的這個技能。好，比如說你看他現在準備要帶球突破了，對吧？這個時候我就直接秒開大、秒逼停。這個也是我在防守 Iverson 的時候非常常用的一個套路。直接去逼停他，那帶滿超級的情況下，事實上是很容易觸發超級成功的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利用 Jrue Holiday 他的 dash， 這個時候在他出手的瞬間，你直接一個 dash 到他的面前，也可以有效的踩到他的干擾。好，來，我們先來看這一球。好，一樣，我們先踩掉他的被動。好，接下來嘗試去跟他這邊放了一個超遠3分，是肯定不會進的。好，接下來我們一樣踩他的被动，這個時候有大了，直接給他逼停，就像這樣子。雖然你不見得能夠防守得到他，但是肯定會讓他相當難受。好，另外我們來看這一波至關重要的防守，一樣 Iverson 帶球這邊開大，直接給他逼停，逼停下來之後，好，這球3分打鐵。好，接下來呢，我們直接鎖在 Nowitzki 身上，好，這邊成功讓他蓋掉，守下了這一波。所以不得不說 ，Jrue Holiday 還是目前最好用的2號位，沒有之一。好，我們接下來來看到這一球，一樣，我們先撞他。把被動處理掉，好，處理掉之後，接下來我們這邊用了一個加速來跟，這個加速還有一個很好用的地方是，它在加速完之後會進入一個很容易觸發被動超的情況，那這個也很好去打一些像是那種會一直把球回給 Iverson 的人。接下來這球一樣哦，最後要被對面關鍵追平的時候，馬上大招再來一個逼停哦，只能說雖然Jrue Holiday 他的招不見得能夠完全守住 Iverson， 但是你只要能夠停止他的突破，我覺得就非常的好用了。好，接下來這一球也是一樣，我們一樣去踩掉他的被動，踩掉他的被動之後，接下來就等隊友。好，所以你看到這一球就是我被晃倒之後，隊友及時協防，他的干擾區一擴大，其實就很容易協防到。好，接下來這球也相當的關鍵哦。你可以看到，現在我們落後2分。好，接下來呢，對方 Iverson 要來打了，對不對？我們這邊直接一個大逼停超掉，太爽。那這場最後的結尾是我們Wembanyama一個3分控衛絕殺。然後這裡補充說明一下，還有一種情況 AI 絕對打不了，就是當你們這隊不是出空間陣，然後對面是 Dillon Brooks 來守你的時候，就我方不是出空間陣，我們直接少了上籃這個選項。然後你看我現在干擾區變得跟海一樣大，你有沒有看到？你們看到干擾區有多大？太他媽誇張了，那個投籃根本打不了，所以我真的只能跟這場的隊友道歉，我這場真的玩得他媽超級醜 ，I'm sorry， 真的是不好意思，希望你們可以原諒我。好了，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影片內容啦，希望大家今天看完這部影片可以有那麼一點點的收穫，那麼就是我這部影片的小小成功啦，感謝各位朋友的收看，我是台灣男，我們下部影片見，各位拜。